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宁，这里是声音版的大宁，好久不见，大家过得还好吗？那录制这期播客的时候呢，是2025年的第2个周末，农历新年就要到了，大家最近是不是很兴奋？摩拳擦掌，大摸特摸，准备迎接新年。遇到任何事儿呢，都是年后再说，年后再说。那我这一周呢，算是稍微闲下了一点，因为我们头出差了，然后大家就终于可以在年前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就在想，那我得录期播客了。我记得我的大学时期，还有刚毕业进入职场的那个时候，我真的超级喜欢岁末年初，就大概12月到1月的这个时间段，是我觉得一年中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时间了。因为那些年的节奏好像还没有那么快，然后冬天呢也没有那么冷，一年的末尾还有新年的开始，总是跟节日啊、礼物啊、团圆啊、喜庆啊这种很让人兴奋的关键词相关。我也会早早开始就准备给朋友们送的小礼物啊，然后去买贺卡、买信纸什么的，坐下来认认真真的给朋友们去写新年的祝福。然后也会早早给自己准备一棵圣诞树。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是那种桌面上木质的拼装的，然后它是那种2片的那个圣诞树的切片，然后十字交叉组装在一起呢，就成了一棵小小的很立体的圣诞树。再往上去挂上那种木质的小铃铛啊、小麋鹿啊，就特别的简单又好看，而且还很方便收纳。那个木质的圣诞树我应该有用了好几年，我给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送了一个。到后来呢，在我自己小小的出租房里面，就真的有一棵跟自己差不多高的那种圣诞树。然后每年刚到12月份的时候，我就要赶紧组装起来，每天下班呢回去第一时间就要把它亮起灯来，自己给自己营造那种节日的氛围感。再去捣鼓一点热乎乎的汤水呀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煮热红酒了，虽然当时还喝不惯那种肉桂棒的味道，但是总是开心的，心里也总是充满期待的，感觉整个房间都是暖暖的。然后就到了快要过年的时候，我就会早早的跟同事们在茶水间里面掰着手指头去算春节假期该怎么样跟调休拼在一起用才更划得来，然后抱着手机呢，卡着点去抢回家的机票呀、火车票啊。然后每天下班的时候呢，都会想去逛逛看，今年回家呢要带点什么礼物给爸妈呢？哇，那个时候啊，感觉真的有很多的精力，还有时间去关照别人，还有关照自己，好像很有活力、很有激情的去装点自己的小日子，不用太着急去赶路，有时间去很认真的生活。我觉得认真生活这件事情几乎是我过去这么多年来的人生信条，但也就没几年时间吧，我真的感觉我们眼睁睁的在看着世界这个超级的巨大的机械工厂突然间就被提速了，然后每一个齿轮都被迫的高速旋转，跟不上趟的人呢，好像就要被这股强大的离心力给甩出去。然后我感觉大家都好怕，我也好怕，就很怕被降本增效的这个潮流卷到自己头上，然后变成那个被丢弃的废件。我感觉上下班的通勤路上，大家的脚步都明显变快了好多，真的就变成了那种行色匆匆的大人。那现在呢，我们每天早上固定时间点起床，天还是黑的，感觉跟晚上睡前并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候我早上起来啊，因为我的房间就会经常拉着窗帘，然后我的客厅也会拉着窗帘，我就会恍惚一下，就想说，现在到底是早上还是晚上啊？就有一种时间的尺度都变得非常模糊，反正都是无限的重复，无限的循环。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变成了西西弗，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一遍一遍推着巨石上山，然后再任由它滚落下去，再下山继续推石头上山。不同的可能是西西弗他是自愿的，自愿用生存的本身去对抗虚无，对抗荒诞。那我们人类呢？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机械的，就好像很惯性的在往前走，很惯性的在生活，然后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当然跑得越快就跑得越累。
有时候啊，上下班路上我会跟街上的行人擦肩而过嘛，我就会想说，我好像昨天也遇到了他，前天也是在同样的时间点，差不多的地方也遇到了他。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细思极恐，就感觉真的像楚门的世界一样。下班的时候呢，站在过街天桥上，然后就看到一路血红色的汽车尾灯，把整一条马路都堵得水泄不通的，就有一种拥挤的密不透风的那种窒息感，就会忽然涌上来。我就很想在宇宙中心大喊一句，能不能停下来一会儿啊？能不能别再角色扮演了？大家都不觉得累吗？当然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无声呐喊，可能路人看我呢，也就是一个面无表情的在天桥盯着车流发呆的奇怪年轻人，但我的内心其实正在狂风暴雨，到底是我不正常呢，还是大家不正常啊？但这种站在天桥上盯着车流发呆的时刻呢，也不经常出现。那更多的时候呢，我就是那种一直淹没在人群里，跟着大家的脚步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跑的路人 ABCD。然后就来到了某一天，某一个时刻，那就是那个时间点，让我去想要录制这一期播客。让我来跟大家讲一下，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日，我是那种照例加了会儿班之后，然后往家走。出门呢，我就习惯性的摸出耳机戴上，然后发现没什么反应，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是忙了一天，一直想给自己的耳机充电来着，结果给忙忘了，然后就只能啥也不听，啥也不看，就往前走。我就只能看着每天来来回回路过无数遍的这些街道，这些路，这些似曾相识的路人，很无聊的到处乱看嘛。忽然呢，走到一个街角，就是那种很偶然的特别灵性的抬头，然后我就看到了那轮冬天的月亮。大家有仔细看过冬天的月亮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啊，它会比其他季节就在视觉上看起来会更加的清朗，就能见度很高，边缘很清晰，我感觉灵性更足。就那一刻，我就忽然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然后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就很像是无数次在书里或者是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主角好像忽然被开了天眼，一道金光带闪电，然后穿过我的后脑勺，就那种感觉。那一刻我就忽然很感激我自己有眼睛，有视觉，有抬起头来往天上看的这个习惯。我几乎是下意识的，也可能是因为做自媒体久了的这个习惯啊，就下意识的从包里掏出手机，把眼前看到的那个画面给拍了下来。对我来说，该怎么去形容那一个时刻呢？就是那么普通的一个冬天，那么稀松平常的一天，我看着月亮，月光洒在我的身上，然后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下班嘈杂的车流声，路人行色匆匆的脚步声，零下10度的寒风呼呼吹过的声音都静止了。我望向月亮的那个瞬间，就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宇宙的能量，一种很久很久都没有感受过的那种平静的力量。就也是在那一个瞬间，我发现了，原来平静真的是一种力量，而这股安静而坚定的力量，是我在那个望向月亮的，被我称之为暂停时刻的那一个瞬间获得的。然后我就觉得人类是需要这种暂停时刻的，就是超越时间，脱离时间，或者是停留在时针跟分针的时间缝隙里，短暂的让自己放空一下，停滞一下的时间。我真的相信能够在冬日寒风里面停下匆匆的脚步去望向月亮的人，是不可能过不好自己的人生的。然后我就开始回想嘛，就在我琐碎的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面，还有哪些让我获得了平静力量的暂停时刻。然后好像还真的找到了一些，就想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生活中的这几个暂停时刻。那第一个呢，就是今年的冬天下第2场大雪的时候，
是第2还是第3场大雪的时候，反正今年我们这边下雪真的下得非常的大，刚好那天是一个周末，然后早上莫老师来找我玩，我们在房间里聊天嘛，然后聊着聊着呢，就看到外面忽然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真的是特别大的一场雪。同一时间我们俩就决定要不要出去踩踩雪玩啊，然后就迅速的穿好衣服，戴上手套，还带了一把大大的伞。那天的雪大到就如果没有这把伞，我们可能连眼睛都睁不开。我们准备去半山腰上的植物园看看，然后走去植物园的那条小路呢，哇，实在是太安静了。刚刚下的雪，空无一人的林中小道，厚厚的踩上去会陷进去的那种雪地，纯白色的世界，没有人，没有车，好像整个世界都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然后莫老师跟我说，原来下雪的声音是这样的，他说的是雪落在我们伞上的声音。我才发现过去这么多年，我听过风声，听过雨声，但从来不知道下雪也是有声音的。那天真的好惊喜啊，那个中午是我第一个能想到的整个人的心都静下来的暂停时刻，也是我觉得能够脱离庸常，脱离现实，然后摒弃了现代社会那种飞速旋转的节奏，回到人与自然最初始的状态的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天。工作了一整周的怨气啊、戾气啊都不复存在，就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意义，让我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就好像把时间的尺度拉长，我们不过就是大雪里面飘落的一小片雪花，人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的，所以我们还焦虑什么呢？就看起来很漫长的人类的这一辈子，跟宇宙的尺度相比，就是转瞬间。不好好经历，不好好体验这短暂的人生，怎么行啊？这些都是我在那个踏入纯白色的雪地的暂停时刻里面，在那一个下午体会到的。然后我们俩就在一整片完全没有脚印的雪地里面，就并着脚往前那样挪着跳嘛，就这样子可以踩出那种一整串像车轮碾过一样的脚印。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玩的。突然回到了小时候，然后他也在旁边喊下雪啦下雪啦，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这个就是好像是我们小时候的语文课文，还是小时候的儿歌什么，但好久没听见的这种童真的语句。对，童真的语句，真的是好久没有这种沉浸式的放松体验了。而且我也觉得那个体验很难再复制一遍，但是那个时刻给我带来的回忆的力量，平静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第2个暂停时刻呢，其实也是今年我在给朋友们准备圣诞礼物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水波纹灯。然后那天呢，我就在家去试这个灯嘛，它一打开呢，就是那样暖黄色的灯光，瞬间把我整个小小的房子给照亮，从一间很普通很平常的小小的卧室，瞬间变成了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水族馆。是的，就是那种水族馆，因为它是水波纹灯嘛，所以它的整个暖黄色的光晕是模仿我们在水下看到的那种晃动的、摇曳的、非常梦幻的那种波浪的形状。那个感觉真的太美好太梦幻了，真的是从物理性质上的把我坠入了绮丽的梦境里。那天我本来拆一下这个礼物试一下之后就要去剪视频啊，还是要干嘛的，结果我就那一晚上什么都没有干，就完全的整个的把自己瘫在沙发上，就盯着那个水波纹灯，就盯着那些光晕在发呆。后来莫老师来我家呢，我也打开这个灯光给他看，哇，他瞬间也超级的喜欢。他说这个水波纹灯打在墙壁上晃动的那个频率，就很像水母在水中去呼吸去游动的那个频率。然后他说他不知道在哪儿看过，说水母晃动跟呼吸的那个频率是非常非常适合人类大脑去放松的。不信的话，你可以现在立刻就点开一个水母的视频，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它呼吸的那个频率，你看到之后就会非常的舒适。然后我就觉得原来自己这种放松的感受有了一点点科学的解释。
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刻，分享这个小东西呢，并不是在做广告哈，大家放心。那为了避嫌呢，我也就不再回复大家就要这个灯的链接跟品牌名称了，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水波纹灯，应该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品牌的。我觉得它是花了很小的成本，就能给你营造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梦幻的、放松的、疗愈世界的小东西。对。那在我生活里面，第3个我能想到的暂停时刻呢，某一个天气很好的午后，一个采光很好的咖啡馆，找一个绝佳的位置，晒一下我的背。我觉得真的是我在很忙的日常生活跟工作之余，能够给自己找到的最直接的放松的暂停的时刻了。其实我在这么多年本职工作再加自媒体工作的双线并行的这种生活里，基本上从早到晚我都是要秉持着一种我又要好好生活，那又要好好记录，两条思维同时在并行的这样的工作模式，其实占用了我非常多的空闲的时间。其实我很想好好的专注在某一个时刻去放松自己，或者是专注在某一个时刻认真的拍视频，但是他们俩都没有办法单独的独立进行，因为我记录的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的过程，我不可能去摆拍一个时刻然后记录下去。我也很害怕因为完全的沉浸式的享受了自己的生活而没有记录这个当下，然后就没有办法反复的去回看，没有办法跟大家直接的去分享出来，我就会一直处于这个生活跟工作同时进行的状态。直到那一天，我专门花了1个下午，就只是在咖啡馆里面点了一杯咖啡，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绝佳的角落，可以直接晒到我的背，直到那个温热的太阳照射的感觉从我的背后挪过去挪下去，然后天色一点点变暗，我才发现我不记录生活，我不去拍视频，只是专注在自己的线下生活，只是专注在当下那个感受的时候，我好像得到了这么多年做自媒体博主之外的之余的真正的放松。其实我一直都很相信就热爱生活并且能够好好生活是一种能力，它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跟外部的世界碰撞，然后再弹回到你身体里，跟你眼睛看到的一切产生情感链接之后，在你无数次的去向内叩问自己，试图找到一个答案的时候，就逐渐建立起来的能力。这个能力在我看来真的胜过太多臣服于现在这种公际社会的大众意义上成功人士需要具备的那种能力。我现在回想当初我能够下定决心从上学、工作、生活了很久的厦门离开，然后回到家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我很确定自己是有无论把我放在哪里，我都能够好好生活的能力的，我才能够很坚定的、不后悔的去做出人生的选择。就像星野道夫在《旅行之墓》里写下的，然后也一直被我当做个性签名的那句话，即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也要种下我的苹果树。我们人类共用同一个时间尺度，同一条时间轴，就有人喜欢往前跑，有人呢就很习惯回头看，而有人会发现时间轴呢是由一个时间点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呢毫无例外的都会站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就当你或者是当我意识到，无论是我们向前跑还是回头看，都只是在为未来和过去这2个你无法左右的时间点担忧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专注于当下，把握好每一个现在你就可以掌控的瞬间。请你务必在此时此刻每时每刻都很有意识的去过好自己的生活，并且多次练习，把这种刻意的变为无意识的、下意识的去享受当下的生活。那我呢，大家也可以听出来了，就是一个自诩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还不错的人，但很多时候呢，我也会被那种很琐碎但庞大的事务性的日常给压得喘不过气。就比如说工作很忙经常加班老板批评的时候状态很差然后家务的琐事太多，就密不透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那个心力去装点生活。就其实我很怕自己变成那种只有工作什么都没有的工具人，我很怕，所以我会很经常的做一件事情，在这边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抽离到上帝视角或者第三视角，
你去看看自己最近的状态如何，节奏如何。就比如说呢，我会抽离到第三视角，然后进门的时候看看，这个人的家会不会最近有点乱堆乱放啦？就椅背上的衣服你是不是垒得越来越高了？这个人书架好像落灰落得越来越多了。就用这种很小的点来感知自己的生活状态。就如果你感觉自己生活的眼前的环境都变得越来越凌乱了，那你整个人的状态应该也是乱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找到了能够察觉自己状态的方法，然后可以及时的去开导自己，是很不错的。但有的时候呢，我又会觉得，凭什么是我们这么小的个体在拼命挣扎？就结构性的问题呢，就大的环境呢，不应该拉出来背锅吗？人类到底都在忙些什么呀？都在为谁忙啊？这个世界工厂都不用定期停电检修一下的吗？在这样高速、飞速的、急速的运转下去，这个世界真的还可控吗？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在低头赶路，很久都没有人抬起头看过天空了呢？我发现我好像要戒掉的是那种习惯性的忙碌，就戒掉那种闲下来反而让我焦虑的诡异的感觉。大家有没有看过韩炳哲的《功绩社会》那本书？我应该是前2年看的。我现在说他书里的理论可能说的没有那么精确，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本书。他提到我们的21世纪的社会呢，其实是变成了功绩社会，我们就成了自己的自身的雇主。就可怕的事情已经不是我们要被资本奴役了，而是我们在进行自我剥削。就是用那种积极的错觉去进行自我剥削。为了更高效的工作呢，我们就开始不断的 PUA 自己，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甚至我们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压迫下，没有任何人要求下，就完全自愿的开始自我剥削了。我们整个人呢，既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既是主人，也是奴隶。每一个人呢，都在接受着过度的刺激，过多的信息跟资讯。可能在刷视频的时候，前一秒在哈哈大笑，下一个视频呢就突然变得非常的悲伤，然后再掉眼泪，又到下一秒呢又开始哈哈大笑。整个人的感知力变得非常的分散跟碎片，注意力完全被瓦解。大家都在拼命追求着效率嘛，好像慢一点点都是在浪费时间。我有在尝试着做对抗，就是为了去获得我前面跟大家说的暂停时刻。我有尝试过冥想啊，尝试过打坐啊，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就闭上眼睛，我的耳朵还在听啊，我没有办法关闭我的听觉，然后我的脑子还在回放着白天的记忆，我没有办法让脑子停下来。就是在如今的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模式里面，太习惯于在多个任务、非常多的工作程序之间来回的去切换，就好像完全丧失了那种清空思绪、清空脑袋、专注在当下的能力。所以我才会在空闲的时候感觉到焦虑，感觉到很烦躁，然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寻找各式各样的活动，去填鸭式的、填充式的塞满我所有的休息时间。允许自己发呆好像都变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很少出现停顿跟休息的时间，把人类都异化成了机器。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可怕了。所以我才会觉得那一天抬起头来望向月亮的那个时刻是宇宙的旨意。宇宙让我不要把自己当机器了，你是一个人，你是可以感受到春花秋月，感受到生命很美好的人类。他用那个很短暂的瞬间把我从日常的五指山下面挣脱出来，好像通向了一个更加自由的、更加轻盈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入口呢，可能只是很偶尔的才能显现，就像宇宙的旨意可能很随机的出现，那你有没有心能接得住，就得靠你自己了。然后我就在想，能不能自己去找到这个世界的入口，获得那些在自己的专属的时间线上停留下来的暂停时刻呢？所以我现在也正在自己的线下生活里，带着实验性质的去尝试一些小的方法，想要去创造跟延长这些暂停的时刻。如果你听到了这里，那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我的练习的小方法，他们都只是在探索阶段，很不成熟。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你自己的暂停时刻的方法，也在评论里面分享给我，分享给我们，好吗？
那我来分享第一个，我觉得很适合每一个人去获得自己暂停时刻的一个小的方法，就是练习发呆。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很无厘头？就大家不用想着要去正念呀，要去冥想啊，就这些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名词。因为说实话，就算我听着正念冥想的课程，然后跟着老师的步骤，我也做不到完全静下来，然后做不到让脑袋空无一物的啥都不想，然后做不到冥想这件事情也会给我压力，让我在想，别人都做得到，你怎么做不到啊？思绪就更乱，然后就又回到了自我剥削的阴影里面了。但是发呆不一样，你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域，盯着某个地方就开始放空。就让我们回到每个人的童年阶段，那些在课堂上盯着窗外的树影神游的时刻，找回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就是发呆。我最近就经常试着在公交车上发呆，就戴着耳机，然后打开降噪功能，随便放点什么声音都可以，然后可以盯着某一个座位的把手，然后感觉自己的眼睛开始慢慢的失焦，眼前的东西呢变得更模糊，然后就进入到了自己的世界。对了，这边还有个很具体的提醒啊，就据我的经验来看，就发呆的时候，你选择去盯的那个东西，最好是一个固定的景色或者是一个事物。如果是盯着窗外的车流啊，或者是盯着车里的某个人啊，都会有一点干扰，或者是给别人造成困扰。那练习发呆呢，很大程度上会在心理层面给我缓解我的压力跟焦虑，因为其实我们平时都在很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里面嘛，就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任务啊、目标束缚住。我感觉我们的大脑都是时刻处于高压的、紧绷的、紧张的状态的，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会暂时的脱离这种紧张的模式，进入到一种放松的状态。然后让紧绷的神经得到非常舒缓的感觉，就好像给那种绷得紧紧的弓箭给松了松弦儿。这大概就是我觉得人类需要暂停时刻的意义，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过度的自我剥削和情绪的漩涡里面。人类是需要这种暂停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的，不管是给情绪缓冲，还是给自己的生活缓冲。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发呆也能够激发出我的创造力跟想象力，虽然这个作用让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功利，但是它真的是这样子的。就可能跟我也是双鱼座也有关系，我内心世界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那让这些丰富的东西具象化的时刻呢，就是我在发呆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大脑并不完全处于空白的状态，在潜意识里面它在进行着自由的联想跟思考，好像就是把很多碎片很多点都慢慢的串起来的那种感觉，有一种信马由缰无拘无束的思维状态，然后就给了我很多生活上啊工作上的灵感，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是我在发呆的时候想出来的。比如说我这一期播客的主题，我感觉它有拓宽我想象力的边界。当我们不再专注于现实生活中某一个具体的事儿，某一件具体的事物的时候，思绪就可以在想象的世界里面自由的去穿梭。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说要保护小孩子的想象力。大家想想我们的童年时期是不是就会经常发呆？那种发呆是根本不需要练习的，自己就会常常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然后构建出非常多奇幻的场景、奇幻的故事。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是被驯化的成年人再也没有办法找回的。那练习发呆跟学会发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内省的过程，它会让我有机会能够静下心来自己对话，倾听自己的声音。中国女人最爱反思了，就是我也经常在发呆的时候反思自己的行为，然后就想想我刚刚说过的话，刚刚产生的情绪想法是不是对的，或者是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其实这样的反思我没有觉得不好，反而可以更好的向内探索，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帮我去直面自己的欲望和恐惧。那发呆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帮我梳理我的思绪，理清那种一团乱麻的杂糅在一起的情绪。尤其是如果我感觉自己的状态不太对，大脑里面塞了各种各样杂乱无章的想法的时候，我会不断的去问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到底在担心什么呢？这个就是让我的思绪逐渐理顺，变得清晰有序的方式。然后它也可以帮我去更客观的、更理性的去看待自己，以及
对待周围的世界。那这个点其实也关联到下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点呢听起来就更神经了，但对我来说其实非常的有效，那就是练习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和自己聊天。我一般都是遇到很焦虑的事情，很棘手的事情，或者是很重要的人生选择的时候，才会经常用到这个方法。那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工作，我会很焦虑到睡不着觉的那种焦虑。明明我其实是知道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就只是糊口的工具而已，不必太较真儿，不必去想它的意义，但是我还是会焦虑。这个时候我就会找时间问自己，就向自己提问。那我跟大家复述一下我自己的内心活动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会问，所以你最近到底在焦虑什么？那另一个我就回答，应该是新工作不熟悉，还没有完全上手，来了任务不会做，就很烦。是个人到了新环境不都得适应一段时间吗？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越不确定的东西就会让我越担心，我想尽快的去掌握这种确定性。那什么叫掌握呢？就是每天来的项目我知道怎么去应对，新的工作上下游的环节我知道怎么去沟通，就不会被卡住。那达到这个程度要怎么做呢？可能是收集跟翻看近几年的项目资料，然后梳理出自己可能会参与的部分，再把这一类的内容都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工作框架。那熟悉上下游的环节，可能就是要把组织架构先搞清楚，再去把每个环节自己需要负责的东西列出来，想清楚怎么做。好啊，那你知道怎么做了，去做就行了呗，别浪费时间焦虑了呀。也对，好像光在这儿焦虑烦躁也没用，赶紧去做吧。以上呢就是这一段我自己跟自己的对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懂哪一个是我，哪一个是另一个我反正就是大概跟大家描述一下。我觉得这种自我对话的形式其实就是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外化，然后用语言去总结出来，表述出来。当我们不断的去追问自己的需求、自己的动机、自己的情绪、情感状态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意识的在维护我们的主体性。这种自我对话的形式能够让我们在陷入某一个情绪漩涡的时候，让我们陷入事务性的琐碎日常的时候暂停下来，向内去询问，向内去探索。暂停不仅仅是外部的暂停，也是内在的停顿，它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跟自己去产生更好的连接。那我总结下来呢，练习自己跟自己对话也是有很多很多方法的。比如说就可以像我一样，就语言化自己的内心想法，把你的思绪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很多时候内心很混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到底在要什么。通过说出来这件事情，你需要用一个精准的词汇，很清晰的表达自己的需求。语言是有力量的，其中一个力量就是帮你去总结出来你内心的独白。那还有一个自我对话的方式，可能更适用于大多数人吧。就如果你很不喜欢这种自己跟自己聊天、自己跟自己对话这种人格分裂式的方法的话，可以试试看写日记。它也是一种很常见的通过写作整理自己的思绪、记录自己的想法的方法，也就是把自我对话变成文本版。可以找一个日记本，或者随便找一张纸，写下来你现在面对的具体的那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下面呢，画一个箭头，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下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做什么。用写字儿的方法、记日记的方法，其实也是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还有一种自我对话的方式，其实我之前的播客有跟大家聊到过，就是正向的鼓励自己，不断的去默念那一句幸运咒语，就是我做什么都会成功的，我就是那种做什么都会成功的人。其实就是你心中的另一个你，不断的对自己加油鼓励，不断的对自己加油打气。尤其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管你心中分裂出来了多少个自己，每一个自己都要对你说，我可以应对的，我有能力的，我一定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这种正向的自我对话，积极的心理暗示，就会让你在每一次挑战的时候底气十足。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然后之前也跟大家不止一次分享过的东西，也跟大家一并带过。比如说可以定时的断网，或者是设置专注时间，把自己还给线下生活。如果你是苹果用户的话，可以设置自己的专注模式，先从每天戒断网络、戒断手机的10分钟开始。
完全戒断这种电子产品信息输入。你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平静，变得越来越能够感知到生活很细小的可爱的地方。比如说浇花的时候，你可以观察花瓣从小往大长的那个过程，娇嫩的质感跟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东西都是我们以前在玩手机啊刷视频的时候完全不会注意到的。就大家一定要相信，你跟这个世界断联10分钟，对这个世界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请你尽情享受断联的时刻吧。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主动去创造自己生活里面的留白，不要把休息日安排的太满了，就像我之前一样，就搞得自己都在连轴转，非常非常的累。你可以拒绝掉这种填充式的休闲娱乐的安排，只要不是刷一整天的手机，在某一天专注一件事情去做，真的会让我们得到那种信息极简、数字断舍离之后的满足感受。人类每天真的有太多不必要的信息输入了，我觉得定期去清理这种社交媒体上的关注列表啊，关闭掉各种各样的通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人类不需要做百事通，不需要输入那么多的信息，让大脑产生那么多兴奋的多巴胺上瘾的感觉。可以无聊，可以发呆，可以让自己无所事事的。我之前听一个心理学家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海绵，如果一直泡在水里，它就永远都不会干。但是呢，如果你让它偶尔的脱离水，它反而会变得更加有弹性，更加有力量，能够去吸纳更多的事物。那暂停时刻呢，就是那种让我们偶尔出水的机会，得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出水，去大口的呼吸氧气，去回归自然。我觉得功利点说，它可以让你恢复精力，恢复能量。那我更愿意不这么功利的去想它的意义，它可以让我们找回人类最初始的平静又快乐的那个状态，不借助现代信息社会的产物，不拥抱低俗快乐，完完全全的在乎你内心的感受。就说到底，我觉得暂停时刻的关键就是可以为我们自己去创造一个能够喘息、感受、重新出发的机会。它要你完完全全的关照自己，真实的细腻的去感受你的感受。它不像是工作那样需要计划周详，也不需要像娱乐的时候那样反复的刺激自己的大脑，它可能只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和一种静下来对自己内心的关照。每个人去得到自己暂停时刻的方式可能也是不尽相同的。希望听到这里的你也能在低头赶路的日子里不忘记抬头望向月亮，找到属于自己的暂停时刻。好啦，那就谢谢大家听到这里，感谢你们的时间，我们下次见。